把群共享的课件下载过来之后，然后打开课件，接下来听我讲课，好吧？今天我们讲的是我们解读女神的第一节课，是解析女人的本质。然后怎么学习呢？通过我们这3个步骤，所有的行为举止都是通过这3步，通过行为分析法。什么是行为分析法？通过女人的行为去看透女人的本质。我们第一步是解析女人的行为，去想一下女人的所有行为她是为什么，去解析它，换位思考，逆向分析。如果是你这么做，你的原因成因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行为看出。当然有一些行为是女人假性的，刻意的，但是长期观察下来，你就会发现她有一些行为都是特定的。当你去明白女人她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女人她是有一定关联的，你会理解女人的心理，女人的本质，然后你可以预判女人的行为。预判就是说我们在去解析女人的同时去预判。让你们怎么去理解？好比我们去禁挪女生，你在禁挪女生的时候，女人给你的回馈反应是把你推开了。在把你推开之后，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女人她对我们的兴趣指标还没达到，她对我们还是有防备的。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再次禁挪她的时候，她有可能还会再次的把我们的手拿开。这就是一个预测预判，你能够提前知道女人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然后你就能够操控女人的一个行为。你就知道我这么做她一定会把我的手拿开，那我换一种方式，我去通过试探一步一步去慢慢操控女人的行为。我们这一节课主要是讲女人的基础心理，还有就是说这个女人的一些属性。我们5步陷阱的兄弟都知道我们什么是属性，正面属性还有隐藏属性。这个女人她也有属性，但是她这个属性是属于生物属性，就是人自带的天性。第1章是属于我们的，讲的是我们女人的一个生理属性还有心理的属性。这个女人在社会当中她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她存在这个社会里面她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生理，还有就是女人她想要的是什么，那么都会在这一节课里面去重点的去讲。因为这一节课是让你们能够更加理解我们女人，好吧？怎么去理解女人呢？首先先去明白她的行为。我们在那个恋爱巴士上面看到的，她的生理属性、社会属性还有心理属性，这3个属性。我们讲5步陷阱的时候，我们的属性只是我们人格魅力的属性，就是属于生物属性，但她这里还有社会属性。就是一个女人她如何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面不受到威胁，不受到伤害，就是自身的一个安全感，防止被侵害的一个生物属性。什么叫做防止被侵害？就女人她会选择自身的一个安全感。我们在讲女人需求的时候，讲到了一个安全需求，这其实就是女人生物属性的一个安全需求，就不被外界的因素所侵害。我们客观的去想一下，
为什么女人她会选择有车的男人？为什么女人会选择有房子的男人？甚至女人在跟你去酒吧的时候，她为什么讨厌在散台？为什么喜欢去卡座？还有就是你邀约她的时候，为什么女人她会拒绝你？其实这里面都有很多安全因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环境。首先第一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接搭的时候，还有我们在约会的时候，甚至你去带领女人进入私密空间的时候，全部都是一样。这个环境它是简陋的还是有价值的？女人跟你在一个简陋的环境，她会觉得这个环境会拉低她的价值，她会觉得这个环境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你们要好好客观的去想一下，环境是否恶劣，是否会对女人的人生自身的安全造成一定的伤害。生理的一个安全感有没有？或者说这个环境是比较拥挤的。网络不好的兄弟没关系啊，我们有录音。环境是否拥挤，你去搭讪的时候周围都是人，在这样的一个人挤人的一个环境下，女人其实是非常烦躁的，甚至她会觉得这种环境小偷很多。你在一个拥挤的环境下去搭讪，都会降低你的一个成功率，或者说偏僻。你带领女人去约会的时候，甚至是在搭讪的过程当中，环境如果说非常偏僻非常黑暗的话，女人都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她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很容易被他人侵害，这个侵害就是属于生理上的侵害，生理上的安全感。能够明白吗？所以说在选择约会的时候，你尽量去避开一些简陋、杂草拥挤、偏僻、黑暗的一些环境。那么我会把这个东西发出来，你们可以去笔记记一下。然后进来的兄弟把马甲改好，改成女人心。这是一个环境给女人生理安全感造成的一些威胁，还有一些侵害，会让女人拒绝你的一个原因。我看到有一些兄弟的一个网络真的不好啊，经常跳出这个频道，你们最好是把 WiFi 打开，要不然的话我去频繁的拉你们很累。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气候，就是说因为气候的恶劣，导致女人在跟你约会，甚至在跟男人互动的时候，她会考虑有车子、有空调、舒适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女人她的一个生存能力并不是像我们男人这么强，很多女人都没办法去吃苦。这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就有去带领女人去出去，外界因素恶劣，天气非常冷，女人都不愿意跟你去逛，甚至她都不愿意出来。下雨天女人为什么懒得出门？因为环境太恶劣了，她把新鞋子穿出去走几下，如果没有车的话，她觉得这个鞋子刚刚买的，走几下就会把自己的鞋子弄脏，把自己的裙子弄脏。所以这是女人为什么会选择那些有车子，然后有一些好舒适的一些地方。还有就是你邀约女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邀约女人去逛街，去什么地方她会拒绝你，她为什么会拒绝你的原因你要想清楚，是不是因为这么几点？或者说气候非常炎热，天气非常热，在下午的时候没有几个人会愿意出来，
他们会选择在空调房里面乘凉。这也是利用了这么一点，可以邀约女人直接去一些私密的地方。比如说你说我家里有空调，外面太热了，来去我那边坐一下。甚至你可以跟他说现在太热了，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吹吹空调，等迟一点这个热劲散了之后，我们再出去约会，再出去玩。这个一点非常重要，甚至你可以利用这么一点去进一步升温你们的关系。还有就是生活条件的恶劣。如果让女人觉得你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的话，那么她会觉得她自己的一个生理都没有办法让她满足，最起码能够解决一些生理的一些需要。生理的需要不单纯是安全，还有就是能够维持我们生物属性生理的一个需要，就是温饱、丰衣足食，明白吗？这个是所有女人基本上基础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再把第二个发出来，刚才讲的我们的环境还有我们的生活条件。接下来来讲我们第二个是我们价值的安全感。刚才我们讲完生理的一个安全感，接下来讲价值的一个安全感。为什么说女人防备心理会这么低？首先她要考虑的是一个自身的价值安全、生理安全，还有一个是伴侣的一个安全感。等一下我会讲这个价值的一个安全感，就像是我们在社会当中也是一样，你要去考虑的是会不会被他人伤害、被骗、被陷害，失去自己的利益。这是为什么说女人她会选择一些熟悉的环境，选择熟悉的人，能跟你建立安全感之后才会赴约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她害怕出来跟你约个会，然后东西被你偷，或者说被你骗，生存的一个价值会被你侵害。还有就是这里的价值有这么3种你们可以记一下，包括的非常非常完善。第一个是生存价值，就是女人的金钱，她的物质是否会被你侵害、被你骗，会不会钱被你偷，手机被你偷。然后她的繁殖价值，身体会不会被你吃豆腐，或者说会不会被你揍。揍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但是这个身体是女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价值。她出来之后，她会去想，我身体会不会被你吃豆腐。这也是这一点跟我们上面那一点是一起解读的。环境、气候，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条件，加上你去面对的人跟你聊天，他觉得跟你出来，他这些价值是否能够达到一个安全感，他觉得跟你出来是否会安全。如果他从你的属性当中发现你是一个浪子，发现你是一个很花心的男人，那么他有可能就会觉得他自己的繁殖价值会受到威胁，出来之后会被你吃豆腐。甚至你在邀请女人去你家的时候，他会拒绝你，因为他明确的知道你没有给他价值的一个安全感。这个价值就是包括我们这么多的价值，还有就是名誉、地位、威望的一些价值。有些时候女人，这里讲到的是少妇，还有一些公务员、一些知名人物，他们在尤其是明星，他们在出轨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小心，并且明确的知道自己的一个价值不会受到威胁。尤其是针对少妇，你在针对少妇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她，我们2个人的事情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这是我们的秘密，我不会威胁到你任何的名誉，甚至是不会影响到你的家庭，也不会拖你的后腿。给她一定就是她名誉的一个价值，因为女人的名声对女人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女人的名声在村子里面或者她的镇上
乡镇传出去，这个女人跟一个男人上床，如果视频被就是流露出去的话，那这个女人的一个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她在选择出轨的时候，或者选择是否跟你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她一定会去考虑这样一些东西，这么3方面的一些价值，这是很基础的东西。而我们去讲的是女人她的生物属性、社会属性，还有心理的属性。现在讲的这些就是属于这个女人的一些生理，明白吗？所以说女人她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人呢？她会选择能够对她价值有保护的一些人，比如说雄性领袖，能够保护她的繁殖价值，跟着雄性领袖一起出去玩，不会被人侵害，不会被人吃豆腐。这也是女人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强者的根本原因。还有就是对她社会关系的一个保护，比如说律师、警察，他会愿意选择跟你去交朋友，因为你能够提供价值，你能够去保护他的一个名誉，甚至能够去维护他的一个利益。还有就是医生，我们心理医生其实泡妞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走进女人的内心当中，能够去给予她一个心理的一个安全感，能够去给她的健康达到一定的保护，就是心理上的健康。还有就是身体强壮的男人，警察是吧？当过兵的，有特种部队出来的，这些人全部都是能够吸引女人，女人全部都会喜欢这一类男人，这是一个需求对应的问题。但是这需求对应的问题是建立在这个价值安全感的基础上面，能够明白这么一点吗？就有一些人就长着一张约炮的脸，有一些人就长着一些能够吸引萝莉的一些脸，有一些人就能够快速的去吸引女人，其实是有提供的相对应的价值。就像我们浪子、帝王还有世人，我们浪子、帝王、世人其实都是在针对部分女人提供相对应的一些价值。那当然这相对应的价值也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面，懂吗？然后第3个，诗人提供的是一尘不染的心，是提供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情绪体验，明白吧？我这边发一下马甲，稍微等一下啊。我看到还有几个兄弟马甲还没改好的。好，接下来讲这个是叫做伴侣的安全感。这个女人她会首先去考虑自己的价值，自己人生的安全，然后自己价值的安全，然后自己男人的安全。就女人之间为什么会勾心斗角，为什么说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其实大部分原因就是说女人的一种依赖是男人，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她拥有一个强大的男人之后，她的生活保障甚至安全的保障，所有一切都会被满足。那么她只要是寻找到一个高价值的男人之后，那么她就要去考虑的是一个伴侣的一个安全感，懂吗？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女人的安全感来源于自己的男人，女人和女人之间存在着是竞争的关系。女人是可以独立生存的，为什么？因为她不需要依靠女人，她只需要依靠男人就可以生存。但是男人呢？男人不能够独立生存，不能够去依靠女人，甚至不能够去单枪匹马，因为会很累。一个团队的力量才是非常巨大的，就是一根拳头去对应一根手指，
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一根手指绝对是对不过一只拳头。所以说这也是女人和女人之间是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关系，就很少存在真正的友谊，大部分都是勾心斗角。就在和女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叫去酒吧，或者说再去 KTV， 那么两个女人同时被你吸引的时候，这两个女人之间会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关系，你会看出来她们之间会有吃醋的心理。就你去跟这个女人多说几句话，甚至多去互动几下，另外一个女人可能就会不开心不高兴。当你转过身跟另外一个女人去互动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又会吃醋。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存在的一种关系，就非常微妙。甚至有些时候把自己的男朋友带出去的时候，她也会考虑的是自己的男朋友是否会被闺蜜抢。在这一点上面，你们就说要去明白的是什么呢？可以通过这一点去了解女人，走进女人的内心，也可以通过这一点去同时拿下这两个女人。因为两个女人通过一种嫉妒心，通过一种伴侣的安全感，她会有一些特定的反应。就她如果没有男朋友的话，那么她是一定会去希望自己有一定的需求，就是能够得到满足，就是这个男人我想得到他。她如果有男朋友的话，她就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只被自己占有，其他女人都不能抢我男朋友，你是我的。她会去考虑这些因素。但是如果说你去想要同时吸引两个女人的话，最好是在前期的时候同时给予两个女人一点点可得性，给她们可得性之后，她们之间会相互竞争，你会看到她们竞争的一种场面，会非常有意思。而男人和男人之间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除非是什么呢？因为女人而去竞争。可得性是什么？可得性就是让女人觉得她能够得到你，懂吗？你觉得怎么样去展示出你的可得性呢？给对方 IOI， 这个 IOI 可以是真实的 IOI， 也可以是假的 IOI， 能够明白吧？对，围城战术是可以的。像刚才我讲完生理的因素，那么再去讲一下心理的因素。这个心理的因素呢，我们要去关注的几点是什么呢？一个是心理上的安全感，心理上的一个存在感，还有心理上的一个满足感。那这几种呢，其实都是来源于我们心理上的，不单纯是这么多，我们还会去明白一些什么呢？就是这个女人除了她的一个生理属性之外，生理的一些需求，她还需要心理上的一些需求，心理上的安全感。你的一个价值提供能够让她感受到心理上的一个安全感，懂吗？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女人她会考虑自己伴侣的安全感，因为她的安全感是来源于伴侣。如果自己的伴侣被他人抢走的话，他是没有安全感的存在。那么你的专一，你的痴情，在这一点上面就完全体现出一定的价值。为什么说我们在玩浪子模式的时候，玩帝王模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颠覆？这个颠覆其实就是给女人心理上建立一个安全感。浪子在1号坑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安全感的，会让女人觉得你就不值得一个人去爱，甚至不值得在你身上投入任何感情。但是在颠覆之后，你的印象被反转过来之后，发现你有痴情的一面，甚至是一个可以让他去放心爱的人，这就是在满足我们的一个安全感，懂吗？平衡的一个状态，你们可以去记一下。心理上的安全感是来源于自身和外界，自身是一个自己的价值是否能够吸引你，外界是因为外界的干扰。
自身包括心理还有生理，外界就是包括生理，还有他人影响，懂吧？就比如说男朋友，他们必须要平衡状态才能够去让女人有一个安全感，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平衡状态，是会让女人失衡的。在这一点上面，你要去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展示出你能够给他心理上的安全感，就是你能够让他觉得你是属于他的，你不是一个花心的人。颠覆一定要颠覆好，如果说你玩5步陷阱的话，颠覆一定要颠覆好。如果说你只是普通的流程 M3 或者说自然流的话，那么你也要在这个基础上面要去给予女人足够的心理上的安全感。能够明白吗？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去讲心理上的一个存在感。这个存在感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女人她在跟你互动的时候，首先第一点，她要觉得她自己有存在感。这个存在感最表面的就是一个尊敬。有些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尊重女人。这个尊重女人，我希望让你们明白的是，有一些话题，甚至是有一些针对性的，比如说你想要去展示出你不相信爱情，你不相信女人的时候，你这个对应的人不能够是指向性，你不能够指向她，你要说所有的女人，或者说可以委婉一点说，其实现在大部分女人我都不会再相信，或者说我觉得现在的女人都让我觉得恶心，没有一个能够让我去相信的，除非她能够让我去相信她，我才会去给予对方自己的真心。那在这样的一个陈述上面，你要去明白的是，对方是否被你尊重。尊重的对方就是什么呢？你要去考虑对方的感受。这个是很浅层次的一些交流上面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东西。如果说你有女朋友了，那么你要去明白她的一个存在感，就是她是否被你在乎。就有些时候女人会对你无理取闹，从我们2个人正式成为男女朋友的时候，在这一点上面她可能会特别明显，她会去对你展示出自己的需求，就是自己需要被你存在，被你关心，被你呵护，懂吗？这就是一种存在感。还有一种存在感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女生这么喜欢刷陌陌还有刷朋友圈，你们能够知道吗？就是因为她心理上的一个需求，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存在感，她需要去不断的去发朋友圈，然后体现自己的存在，通过去发朋友圈让别人去点赞，然后获取心理上的一个满足感。我们这么3点嘛，心理上的安全感，心理上的存在感，心理上的满足感，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是相互连接的，就心理上的存在感跟满足感他们是相互连接的。他通过朋友圈去展示自己的一些生活状态，来去刷自己的存在感，通过去生气，通过一些极端的方法来引起你的注意，希望自己被关注，希望被关心，希望被呵护，希望被你能够关注他有存在感。有时候又是为了去发泄自己，对吧？来去证明自己的存在。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尤其是在女人当中，她会有一点会特别的重要，就是说有一点要跟其他人不一样。尤其是情侣啊，我这里情侣说的多一点，因为在前期的时候，女人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存在感并没有这么多，只有真正你们关系深入之后，她的存在感才会慢慢逐渐的释放。就是说唯一特殊性，证明特别的和唯一的，就你针对他而言，或者他针对你而言，女人觉得自己
在你这里是特别的，是唯一的，你不能够对所有女人一样这样对她，她就会失去她的存在感，能够明白吗？或者说你会在她身上投资很多时间，你在她身上投资唯一的情感，你在她身上，对吧？买了一个唯一的一件礼物送给她。这个声音还小吗？不小，你的音响可能有一些问题啊。对，尤其是在情侣当中，一定要让女人觉得你在乎她，因为这就是一个存在感，这个存在感是所有女人都有的一些反应，懂吗？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说心理上的一个满足感。为什么要去说心理上的一个满足感呢？因为你们要知道，所有的女人之间会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攀比的关系，相互嫉妒。女人的嫉妒心非常重，她在看到其他女生被关爱，看到其他女生接受到自己男朋友送的礼物的时候，那么她的一个需求会被放大。因为女人和女人之间，她的需求是怎么来的？攀比出来的，懂吗？就女人和女人之间会经常八卦，会去想要获取虚荣心的满足。虚荣心的满足怎么去获取？她会在朋友闺蜜面前说，我男朋友今天送了我一条链子，非常漂亮。我今天男朋友送了我一个卡地亚的手镯。我男朋友送了一个香水给我，是吧？迪奥的香水。这就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一个攀比，就看到对方获取了很多价值之后，自己没有，于是出现了落差。这个落差就让这个女人虚荣心想要去得到一个满足，她也希望自己的男朋友也去送这么一个东西给自己，懂吧？这就是心理上的一个满足感，虚荣心的满足，知道吗？如果说你能够稍稍的去给予对方虚荣心一点点的满足的话，那么对方可能就会一下子开心起来。有些时候女人莫名其妙的生气，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她心理上的一个满足感没有得到一定的一个满足。对，进来的兄弟改一下马甲，然后我给你们去发这个发马甲，还有这个空城。第一点讲完之后，接下来我讲第二点。对，这些都是慢慢累积出来的，你要去明白，多方面的去考虑。这个有很多很多原因。对，其实有些时候女人她会觉得自己长得很漂亮，为什么自己的男朋友这么差劲？她心里面是会有落差感，落差感一旦出现之后，她会觉得你的价值不能够满足她的一个择偶标准，于是她就对你的吸引力对你的需求就会慢慢降低。如果她身边出现了一个男人价值比你高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非常果断的去跟你分手，很简单。我讲的第二点，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一个女人的一个安全基础上面，对吧？价值安全基础，然后生理安全基础，然后伴侣安全基础的外界跟生理跟心理基础上面，我们再去展示的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一个需求。就是女人她的天性是什么？她的天性就是很自私的一种动物。为什么说女人是一个自私的动物？这里有这么几种，就是她想要去获取更多的生存价值和资源，这么几点。
一个是想要获取更多生存价值和资源，还有一个是想要获取更多的快乐，再来去满足自己的一些需求。这个是享乐需求啊，来满足自己的享乐需求。然后获取更多的新鲜感。这几个我会一一去解析它，首先来讲一下，这个是女人为什么想要获得更多的生存价值和资源，这是人性的基本人性之一，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男人也是一样，男人也想获得更多的女人，是吧？获得更多的一些价值，这个价值是包含所有价值在里面的。用你的低价值来换取对方的高价值，是吧？来获取更多生存资源，来去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些都是人的天性。那么女人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这个是来源于我们天性。那么天性出现了之后，女人会怎么做？女人会去欺骗。第一个会去欺骗，第二个会去偷情，第三个他会有很多备胎。就这么几点你要去明白的是什么呢？他想要获取更多的价值，如果说他不欺骗的话，那么他的价值就没有办法得到。如果说一个女人她的精力，你们去想啊，女人是处于非常被动的一种生物，非常被动，完全不需要去主动，就有男人来去想要邀约她，想要去泡她，想要去带她约会，甚至想要去得到她的身体。女人明确知道男人的需求，她就利用这几点需求来掌握你，去通过一些欺骗性来获取她想要的价值，生存价值。女人用她的繁殖价值换取生存价值是非常正常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她一定会欺骗。如果这个女人不欺骗的话，她就是个傻子，她就没办法获得价值，那么她就会难受，因为女人和女人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攀比，懂吗？她就会觉得自己太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无能，她就会选择欺骗。一个女人如果说告诉你自己谈了很多次恋爱，谈了10几次恋爱，被10几个男人上过，你会对这个女人真心吗？你可能就不会，因为这个女人的名声就没了。在我们的眼里看来，这就是个浪女，这就是个骚货，你就不会在这个女人身上投资你的真情，不会投入感情，你就不会为她付出，懂吧？女人很清楚这一点，名誉对女人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她会去选择欺骗，会去告诉你，自己只谈过两段感情，第一段感情是很小的时候谈的，第二段感情就是最近谈的，或者说3段，最多是这么几段。所有女人都是类似于这样的一段话，只有少数的女人会说自己谈过4、5段。就我经历过这么多的女人，我去问她谈过几段感情的时候，女人的回复都是这样子：2段、3段、2段、3段，基本上都是2段多。因为女人会觉得，自己如果说1段的话，你们都不会相信，说自己谈过也肯定都不会相信，那么她就选择2段。这样子她才能够去用她的低价值来换取高价值。你想一下，如果一个做过小姐的女人，对吧，改良之后，她如果告诉女人以前是做小姐的，谁还敢娶她？她如果不通过包装，不通过欺骗的话，她能够获取生存价值吗？她能够获取利益吗？绝对不可能。
就一个长相在7分以上的一个女人，她的一段情感经历绝对是在10段以上，绝对在10段以上。从这一点上，我们能够去明白，女人她为什么会去这么做，懂吧？而且女人她在说自己有男朋友的时候，她自己其实是有男朋友的，但是她会告诉你，我自己没有男朋友，我自己没有男朋友。为什么？因为她想从你身上获取价值，获取生存的资源。这个生存的资源是什么呢？就是用金钱换回来的一切资源。比如说想要去吃个饭，想要去要一个礼物，想要去什么地方玩，但是通过自己的收入去，完全不可能。你想一个女生去店里面上班，就一个月拿个2000块钱工资，3000块钱工资，自己连化妆都不够。女人的化妆品是非常贵的，我告诉你们，像那些粉底是吧， BB 霜那些东西一套是非常贵，没有1000把块钱，没有2000块钱是拿不下来的。而且女人用的非常快，还要住，在外面住是吧，还要吃饭，还要房租，所以她的一个钱根本就不够用，必须要从男人身上获取，所以她会通过伪装，通过包装，通过欺骗来获取。有男朋友的价值提供是太少了，她又要去告诉别人自己说自己没有男朋友，或者说给你一些可得性。怎么说？还说自己跟男朋友关系不好，说2个人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等有或者等于没有。给你一些可得性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女人都是类似的，说的话都是这样子的，会觉得我跟自己男朋友关系不是很好，他就吊着你，他会给你希望，让你认为他跟他男朋友好像快分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带他出去玩，你会约会，然后他给你可得性之后，你发现你有机会了之后，你心里面开心，然后疯狂投资。你投资差不多之后，他告诉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又和好了，他会把你玩死你都不知道，懂吗？还有一些女人她为什么会去偷情，你知道吗？其实偷情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一个是新鲜感，还有一个就是我所说她想要去占有更多高价值的，懂吗？想要获取更多生存的资源。因为这一点你们去明白是怎么去理解呢？一个女人她如果只跟她男朋友去互动的话，如果把男性资源全部删除掉的话，她的生活会是变得非常无聊。她在没有男朋友之前，她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精彩。就一个长相7、8分的女生，她可以每天就一个晚上，她可以转场转个4、5次。这个包厢去待一个半个小时，另外一个包厢去待一个1个小时，然后酒吧去待个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又转场再去另外一个酒吧。这样的事情都是太正常不过的。就我们经历过的女人当中，会有非常多这样的女人，她就是在不断的去占有更多的价值，认识更多生存价值高的男人，然后从这些男人身上获取自己想要的价值。如果发现有喜欢自己的，那么她就会去欺骗这些男人说，我自己没有男朋友，或者说我跟我男朋友关系不好，想要去从这个男人身上获取想要的一切，懂了吧？然后觉得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爽的。而且你要知道，在之前的时候1个星期出去玩这么多次，然后这么多男人约他，这么爽，你如果去把他的资源完全截断的话，他要跟你拼命的，知道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人在你去把她的一切资源截断之后，会经常说无聊，会经常说好无聊啊，好闷啊，会经常这样说。但是她的无聊一旦被放大之后，她跟女人之间一旦进行攀比之后，好了，看到其他的女人家里面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操控着男人，并且自己还在外面偷情，她也有需求了，她也有嫉妒了。这个时候别的男人去诱惑她一下，像她走在街头被你们搭讪，他会把号码给你，然后你约他，他就会出来。
然后你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现在跟她男朋友关系不好，于是又有了我们第一种，懂吧？或者说她有男朋友之后，有一些男朋友如果说对她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并不是很严的情况下，她还会去认识更多的所谓的男性高价值男人作为备胎。为什么有备胎？因为这个备胎能够给她获取生存资源、生存价值，能够给予她利益。如果只有一个男朋友，生日礼物就只有一件，如果有很多备胎的话，有很多情人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有很多追求者的话又会不一样了。只有一个男朋友，一个星期最多约2次会，去2个地方，那么其他时间就会无聊，就会没事情做。但她在没有男朋友之前，她可以天天出去玩，天天享受着激情快乐，天天享受着价值，天天去各种地方吃，各种地方喝，然后各种晒照片。就女人和女人之间，朋友圈啊，看到其他的女生不断的发朋友圈，不断去晒自己吃喝玩乐的照片，好了，自己的需求一下子被放大了，一下就觉得自己我操，就满足感就没有了。这点能够明白吧？所以这3点是女人的基本本性。我们如何通过这么几点去让女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女人出轨本来就是得不到满足，如果她在你身上得到满足的话，她为什么会出轨呢？对女人的话完全不能相信，女人就是个骗子，她天性就是骗子，懂吧？尤其是女人在说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情感经历这一块，说自己的一些经历，大部分都是骗子。说自己曾经很单纯，说自己曾经被人伤害过，自己曾经把别人的男人甩了，会说男的把他甩了，会在你面前刷心疼。是的 ，AB 女来说是无法满足她的需求，因为她之前的生活定位太高了，知道吗？她之前的生活太丰富精彩了，一下子进入到一个平淡乏味的生活，她没有办法承受，而且她的朋友都是到处玩、到处去享受的一群人，除非你把她女性朋友也完全删掉，那也不可能的事情。知道了吧？就是说女人，你看到有了我们这么一条，女人因为之间的一个攀比，因为之间的一个想要获取资源，然后出现了一些不平衡，这个不平衡，这个落差，这些需求，于是导致了她想要获取更多生活上的一个享乐的需求，来满足她的一个享乐需求，懂吗？或者说满足感。比如说这个女人，她的各种压力，她生活的压力，她工作的压力，还有一些负担，这些压力会让她心理上失衡，懂吗？这是属于一个心理上的需求，也就是说一个满足感，她需要去释放这样的一个获取快乐，知道吗？这个快乐就是很多女人经常出现的。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你们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如果说你的朋友圈里面的男人全部经常出去玩，然后经常晒照片，晒和女人左拥右抱的照片，你看看你会不会出现落差感？然后你看着你的朋友圈的人全部都是到处吃喝玩乐的，然后你每天工作各种压力，你会不会想要去获取这样生活上的一个乐趣？懂吧？所以说这种压力会造就女人想要去获取一个享乐的需求。还有就是心情低落，有些时候心情低落是莫名其妙的，尤其是女人。我告诉你，女人这个东西很小气，而且很感性。女人跟男人不一样，男人在这一方面真的是不如女人，太理性了，
不会把各种情绪表露在脸上，但是女人她一定会。女人开心她就会展示出她的开心，然后不开心她就会在朋友圈里面刷自己的心情，郁闷的心情，然后各种刷，然后会有很多人给她安慰，会有很多人去点赞，然后会有很多人去关心她。她就是通过这种很正常的渠道来去达到这样的一个心理平衡。当然单纯的一些文字，单纯的一些关心还没有用，他还需要去释放自己郁闷的负面的一些情绪，就是去外面玩，去酒吧，是吧？然后还有就是在你男朋友身上获取不到的一些存在感，在你男朋友身上获取不到的安全感，是吧？都会导致他的一个心情低落。对，情感垃圾桶也是来源一些这个负面的一些情绪，就是因为女人她不希望自己难受，每一个人都不希望自己难受，这就是人性，趋利避害，知道吗？就通过这些需求，你就可以抓住一些窗口，这就是窗口。你抓住这些窗口之后，你有可能就会很轻而易举的去邀约她，就把女人邀约出来，然后就能够去把到一个少妇，就能够去和少妇出来，有男朋友的女人出来，因为对方有需求，而且这个需求还是因为她男朋友导致的，她在她男朋友身上获取不到，是吧？存在感，获取不到安全感，甚至她的男朋友没有办法给她自身的安全感，没有办法给她价值的安全感，是吧？也没有办法让她安心，是吧？在她男朋友身上获取不到心理上的满足，那么她就会出现各种负面情绪，然后她就会想要获取一个满足，就会想要去获取生活的乐趣，获取享乐的需求就出来了，对吧？还有一些郁闷烦躁，非常郁闷，非常烦躁。比如说无聊的时候，公司里面好不容易休息一天，那么在这一天里面，他肯定希望自己能够出去玩，或者出去走走，因为闲得发慌，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不能够把这一天浪费掉。这个时候你去约他就会非常容易。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女人经常去酒吧，或者说经常吃的一个东西，她突然很想吃，突然很想去看电影，突然很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她的欲望出来的时候，你去在这个时候去邀约她，都会轻而易举的她答应你赴约。这就是我们去理解的一个生活享乐的需求。还有就是一个新鲜感，这个新鲜感就是所有人性啊，人都会腻，再好玩的东西都会腻，再好看的东西都会腻，所有东西都会腻。腻了之后你就想要获取新鲜感，是吧？你比如说你整天待在家里面，你待久了你就想出去，你每天出去玩多了你就想回家休息，这就是人的一个新鲜感。一个女人你看多了就想换换口味，路上一个女人出现，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女的好漂亮，其实你的女人也很漂亮。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每一个你想操的女人，其实总有一个操她想操吐了的一个男人，知道吗？这就是一个新鲜感。然后第三点啊，我们刚才讲了2点了，已经讲完自我实现之后，他这个时候会考虑的更多了，从我们自身的安全开始，然后再到自我实现，获取很多资源，然后再考虑到自己以后的一个保障，就保障繁衍后代。这就是一个女人
结婚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考虑帝王？为什么帝王他会对 CD 女吸引力如此的足？为什么很多女人她的男朋友跟她情感4、5年，结果结婚对象却是一个富二代或者暴发户，而且很丑的那种？为什么？其实一部分原因就是女人她自己没有生存能力，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苦，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获取一定的利益，知道吗？生活能够获取保障。在这一点上面，你要去明白的是什么呢？他有一个择偶标准。谈恋爱的时候有谈恋爱的一个标准，结婚的时候有结婚的时候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说，他要对他的一个对象进行一个筛选。这个筛选就是这么3点，你要去明白：健康，还有繁殖价值高，非常英俊，性能力强的，这个是一个女人基本上要去满足的。还有就是生存价值高的这一点。刚才讲的这个是女人在怀孕的时候，她会去考虑的问题就是你是否会对她进行供应，你是否是一个健康的，对精子的一个筛选，然后是否会对她进行资源的供应。因为女人安全感很低，真的很低，没有生存价值。她的安全感是来源于男人。如果男人不够健康，如果男人不够强大的话，没有一个生存保障的话，这个女人她会很没有安全感。有个例子是什么呢？女人在自己怀孕的时候，自己的男人没办法跟她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这个女人她出去把一个路上的女孩骗回家，然后让自己的男人上，然后这个女人反抗非常激烈，于是这一对夫妻把这个女人杀害了。这个广告在之前的时候有出现过。其实就是因为女人在怀孕当中安全感非常低，她需要自己怀孕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的供应。她会害怕自己的男人在怀孕期间经常出轨，知道吗？会爱上别的女人然后离开自己。这是女人非常非常敏感的。女人在怀孕的时候特别敏感，会去给你一些测试，懂吗？尤其是在怀孕之前会给你非常非常多的测试，测试你是否能够值得她去怀孕。一旦你如果说怀孕了之后，我操，跑了怎么办？那她怎么办？她大着肚子去哪里工作？谁要她？奶水怎么去供应？自己身边如果没有一个男人的话怎么办？所以这些都是说女人能够去明白的，女人很理性的东西。对，女人在就是怀孕的时候没办法做爱，没办法提供繁殖价值。嘴巴，我跟你说你们不要这么邪恶啊。这个是女人需要去考虑的，她会去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怎么样，对吧？不会受伤，我怎么样去发展更好的自我，我怎么样去保护我的后代。女人就是这么自私的动物。所以说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女人为什么会有后宫，为什么会有这种女人的勾心斗角，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女人她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单纯是女人，男人也是一样。这人就是趋利避害，人就是自私的动物，自私就是人的最大的一个天性，知道吗？都希望自己能够最好，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吧？男人希望自己呢事业有成，是吧？希望自己有很多妞，是吧？希望自己地位很高，希望自己的子女，是吧？
享福，希望自己的子女健康快乐成长，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要去明白，女人她会关注自己对子代的一个投资，知道吗？为什么说张柏芝跟谢霆锋离婚之后，他会把2个孩子带在自己身边，因为这是他自己亲生骨肉。他为什么会说谢霆锋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其实原因就是因为出生之后对子代没有再继续投资，就是持续性的对子女进行投资，从吃奶粉开始，再从幼儿园，然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要去保障自己孩子的健康成长，还有自己孩子的一些利益。张柏芝是在自己，但是这个是张柏芝之前的事情，懂吗？不是张柏芝在谢霆锋在一起的时候出的轨，而是说他之前就有过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这是之前的所有行为。像我刚才讲的是这个女人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心理学，生理的心理学。接下来讲一个来自女人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属性啊，社会上的属性是属于我们社会心理学里面的，就是说女人她会去在自己的一个现有的一个状态里，能不能够让自己的一个整体的利益最大化，就自己家族、自己家庭的一个利益。懂吗？为什么说是家庭的一个利益？就是女人她会去考虑的是政治婚姻、家族企业，甚至去选择能够去给予自己家庭的最大化。就是女人自私到什么程度？就自私到希望能够带给自己家里人更多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女人会希望自己能够获取很多结婚彩礼，在结婚的时候提出各种的要求，就是这样子。好吧，那么就这么2点，一点是整体家庭的一个利益的最大化，这一部分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很多女人考虑生存价值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去考虑的，不单纯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家庭，而是为了自己的后代。所以说女人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考虑的因素是非常多的。这就是女人，你要去了解女人，就要去了解女人的所有本质，还有所有的需求，还有她的一些社会属性、生理属性，还有一些女人的一些博弈的一些心理，懂吗？对对对，大家庭就是她娘家的一家人，小家庭就是她自己在这个家里面能够做主，知道吗？有一些女人，比如找到一个好的男人之后，她会希望自己在这个家里面能够做得了主，希望能够操控男人，知道吗？操控男人不单纯是说操控男人的行为，而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操控了，银行卡放在自己这里，然后所有生存价值完全被女人掌控，懂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女人如果要求你们结婚之后把银行卡放在她那边，你们千万不要给对方，如果给对方的话你就惨了，真的惨了，那你们就没有一点点自由空间，你的所有一切就被女人掌控了。对女人找安全感，她会希望这个卡放在她那里，她会觉得很安全。
对，所以说就这一点就女人很自私，知道吗？那男人也自私啊，两个自私的人碰到一起，只有相互平等才能够正常的去维护这段感情。但是这就是女人的天性，我跟你说，女人就是这样子的，她就希望自己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然后自己在整个家里面能够说得了话，有话语权，然后能够操控你。这一点就简单的带过，主要在讲第3章男女博弈，这也是我希望重点讲的。然后这一点讲了之后，我们接下来的几节课啊，从搭讪再到约会，再到一些聊天，然后再到最后的 S 阶段，整个阶段的一个男女互动博弈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博弈是什么呢？在博弈过程当中，女人希望自己在两性过程当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更大的利益，这就是一个博弈的一个原理。博弈为什么要博弈？博弈就是为了分出胜负，博弈就是为了让自己赢。怎么才能够赢？就是你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更大的利益，就是你不花1分钱你就把这个女人上了，你就赢了。你没有花多少的一些价值就能够把女人吸引，就让女人爱上你了，你就赢了。谁付出真心谁就赢了。一旦付出真心之后，你就会去投资时间、精力、情感、物质还有肉体的所有投资。投资的越多，在这个女人的心中你的位置就越深，她就会越爱你。她投资的越多，她才能够感受到什么是爱，才能够体会到安全感，能够明白吗？所以说在这一点基础上面，我们要去明白是什么呢？女人她在博弈的时候，她的一些心理是什么样的心理？女人的心理啊，择偶标准3大核心需求，也是我经常跟你们讲的这3大需求。这3大需求你们能够明白之后啊，就是说能够吸引女人。就择偶的标准就这么几点，一个是生存价值，你是不是富二代？你的工资是否是高薪？你是否是一个潜力股？你是否很有能力能够带给他生活上的保障，能够给他一个生活上的安全感？你长得是否够帅？然后你是否有人格魅力？这个软价值是属于我们人格魅力，还有一些提供的一些信息价值，也全部包含在这样子一个软价值里面。人格魅力占据80%，对吧？你是否是一个懂他的男人？是否是一个能够给他安全感的男人？不是社交价值，而是说人格魅力。人格魅力，你能够带给他的所有快乐，是吧？你能够去让，就是说一个女人爱你，是爱的是你的价值，而不是爱你对她多好。我对女人从来不好，女人都说我是个恶魔，说我是个坏蛋，但是我每次让女人说，如果你这么痛苦，你就离开我吧。女人都说自己很痛苦啊，说自己在我身上获取不到那些安全感、存在感，是吧？获取不到那些虚荣的满足，但是她还是没有离开我。为什么？因为我的价值能够吸引她。女人爱的是你的价值，而非是你对她陪她时间有多少，或者说真正对她有多好。如果你的价值很低，你对她再好都没有用，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女人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动物，就矛盾体，女人也是矛盾体。女人喜欢价值高的男人，但是呢她对自我认知又是这样子一种自卑的挑选者。女人都会去选择价值比自身要高的男人作为一个择偶标准，但是呢她又自卑。为什么？因为她的
他的要求很高，所有的女人要求都非常非常高，都希望找一个价值非常高，比自己高出多倍的男人。但是呢，他同时又自卑，他对自我认知是自卑的。他跟你在一起之后，他会没有在前期的时候，你能够吸引他，但是呢，他又会去考虑这么几点。如果是真心的啊，他一定会去考虑这么几点。你在搭讪他的时候，你能否满足他的一个择偶标准？满足不了，他绝对不会把号码给你，就算给你，他也不会理你，甚至会把你拉黑掉。但是如果你能满足他的一个择偶标准的话，那么他会有兴趣，他会想要了解你。这个时候他了解你的价值，会去用一些废物测试，会去用一些所谓的筛选来进行一致性。当你能够通过他一致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自卑了。他发现你的价值确实比他高，而且这个时候他会去考虑的是自己能不能够配得上你，你是不是在骗他，你是不是想要他的身体，就想骗他，上了他之后就把他甩了。你是一直对他有兴趣，还是说永远的？这就是说女人她的一个在前期的一个正常，我们说正常的一段关系当中，女人的一些心理就是这样子。为什么说女人她在你面前能够如此的高傲？其实有部分原因就是说你的价值没有达到她的一个择偶标准，所以她才高傲。如果你的价值能够达到她的标准，她立马就自卑了，她的气场，她的所有一切全部都会降低，她的态度全部都会变得友善。从这一点上面，我们就去考虑你在聊天的时候，你在互动的时候，对方的一个反应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要去考虑你的价值问题了，因为所有的价值问题都在这里。我们讲啊，自身的价值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能够去吸引女人。在我们繁殖价值、生存价值还有人格魅力的基础上面，你都有了，接下来你只需要懂女人就可以。你只要懂女人，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情场高手，甚至是成为一个情圣。知道吗？所以在这一点上面一定是这样子的。甚至我们换位思考，去考虑一下我们男人是不是这样。我们再去考虑择偶标准的时候，你想要找的女人是不是很漂亮，身材是不是很好，又希望她的性格很好。当如果真正出现一个满足你择偶标准的女人的时候，你就出现自卑了。你对自我认知的时候，你就会去考虑，我操，这个女人我能不能够拿下她，我能不能够掌控她，我能不能够操控她。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自己内心当中潜意识，我能不能够跟这个女人达到一个价值匹配度相似，或者这个女人跟我在一起，她是不是真的能够对我有兴趣，她只是想把我当备胎吧，她只是，对吧，想从我身上获取价值吧，她不是真心对我的吧，是不是？或者说她会永远爱我吗？她会永远待在我身边吗？其实这换位思考就是这样子。对，真命天女症，换位思考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说你对一个低分妹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些想法，而且你也不会对这个女人投资过多。这也是换位思考一个女人为什么不愿意跟你聊天聊很久，为什么不愿意去在你身上投资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你还达不到她的一个标准，就在博弈里面你还不行。而且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女人的自私，她基本上除了她的真命之外，除了能够满足她择偶标准的男人，其他男人通通都是备胎或者情人。他们想要从你们这里获取很多很多价值资源，想要免费享受你们去提供的价值，带他们去玩，是吧？送礼物给他们，然后享受到一些你带给他的一些
从你身上获取一些虚荣心的满足，甚至从你身上获取一些他想要的一切。这就是女人博弈当中女人的一些心理。当我们走完2号坑之后去走3号坑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会出现的一个是什么呢？在2号坑的时候，为什么要去走2号坑？为什么要去给予女人？我说了，之前的时候在讲述生理基础女人基础心理学的时候，生物属性的时候就讲了，这个女人除了一个外在的因素之外，还有内在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全感。这个心理上的安全感就是说，她要从你这里获取。如何获取呢？通过承诺来获取，通过你给她画的饼，通过你去给她保证，懂吗？就是说你跟她在一起之后，你对她的一个承诺。就爱情里面，承诺是什么？承诺就是信任感，承诺就是给予女人的安全感。我保证我不会伤害你，我保证我不会欺骗你。我们3号坑里面必须要有契约，这个契约就是能够给我们安全感的一个东西。女人有些时候也会反观的去利用这个契约来摧毁男人。为什么说女人天生会用5步陷阱？其实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她想要获得安全感。那么她获得安全感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就是承诺。你必须要对我承诺，在女人给你身体之前，或者说在女人成为你女朋友之前，她一定想要获取这样的承诺。在一起之后必须的，她要相信你，你要去卸下她的防备，让她相信你，然后你违背了这个承诺之后，她就会摧毁你。女人在冷酷无情的时候非常狠，非常非常狠，告诉你们。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说有些时候我们和女人互动，女人刚刚好好的，突然之间就把我拉黑了，或突然之间就不接你电话不理你，然后你怎么发她都不回，怎么说她都不理你，就非常绝情。这个时候我们就沦陷了。就很多男人沦陷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承诺，就你给他画的饼太大了，给他的一个期待太大，然后他觉得在你这上得不到他的预期。其实是一样的，你要去考虑一个信任感，就是在我们感情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信任嘛。如果说一个女人她不信任你了，她就不会在你身上投资，懂吧？我们这个承诺就是建立安全感，安全感其实就是一种信任感。他越信任你，他才越有安全感。那你怎么通过让他信任呢？承诺、发誓。以前经常用的手段就是发誓，我对天发誓，如果我骗你的话，天打雷劈。我发誓，如果我骗你的话，我出门被车撞死，是不是？以前我们采用的一些手段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女人把你的嘴堵住，我才不希望你这样子呢。这就是他想要获取的安全感。这么几点你们可以去记一下，就是说承诺是什么呢？对未来的承诺。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你要让他相信你会对他好，你会疼他一辈子，你会关心他一辈子，你会对他好一辈子。他要的好不是一时的好，而是永远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有了一个承诺之后，对方会安心，知道吗？安心。就像我们去建立一段情感之后，我们如果没有虚拟未来展开图，没有女友试用期的话，我们是没有安全感的，对吧？女人跟你在一起之后，我们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的是这个女人她不要出轨，我们要的是不是一时的不要出轨，而是说永久的不要出轨，对不对？我们希望的是这个女人对我们一心一意，那我们希望的是永久性的，而不是说短暂性的。除非是说你对她没有兴趣，你只是玩玩她，
那你不会有这样的需求。一旦是说他能够达到你的标准之后，择偶标准，你希望跟他成立一段真正长期关系，那必须是有这些东西。然后当前的承诺，以后的承诺之后还有当前的承诺。当前的承诺，女人会觉得你是不是会不会疼她，你现在会不会疼她，现在愿不愿意给她钱花。就是女人一致性，她会通过现在来测试，你知道吗？女人会通过一些借口和理由，然后会从你身上获取这个承诺的一个一致性。就你现在如果愿意对我好的话，那我以后才会相信你对我好。你如果现在很抠门，出去花个钱都不愿意，都舍不得的话，那这个女人她可能就不会去相信你。这就是一个当前对你的一个测试，懂吗？她会去测试你。测试你是不是真正是对她好，真正是喜欢她。但这一点如果对于有钱人来说的话，那就太容易了。还有就是一个自我承诺。女人她不会去选择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讲述帝王模式的时候，你帝王你可以是一个没有钱的帝王，但是你一定要给予对方一个潜力股，一个提升的空间，一个期待，知道吗？他觉得你很有能力，他觉得你很有人格魅力，对吧？有事业心，有上进心，然后又有很多很多见地，思想有独立，生活有独立，经济有独立，你完全不需要依靠家里人，你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取生存价值，让女人看到你的一个提升的空间，那么她才会觉得有安全感。这就是一个安全感，她会希望通过你的看到你的空间，看到你的潜力，来获取这样的一个安全感。就女人她看到我的潜力，看到我的一个能力，看到我的一个雄性领袖，看到我的一切，然后我会给她一张虚拟未来展开图，是吧？又走了2号坑，经历了3号坑之后呢，女人就完全相信了。然后当前呢，又会给女人一些可得性，对吧？女人会对女人稍微好一些，但这个好是在4号坑之后。就我们的天堂周期，我们天堂周期的时候会对女人好，会去做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给予她兑现她的当下承诺。然后第3个就是说男女博弈这个是什么呢？权力的掌握，控制欲。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男人希望能够女人听我们的话，顺从我们。我告诉你们，其实女人她的心里也是这样子的，她希望能够控制男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浪女最后选择那些 CD 男，知道吗？这就是一种博弈。浪子和浪女2个人在对视的时候，谁都不会爱上谁，因为明确知道对方我和对方是一类人，一类人怎么又会吸引呢？我们男人最终找的是 CD 女，我告诉你们，浪女最后找的也都是 CD 男，懂吧？这就是女人聪明太聪明了，跟男人是一样。你们如果学习过5步陷阱，你们可能都会找 CD 女，甚至找处女。告诉你，这一类女人在玩多了之后，她们经历过很多男人之后，她最后会选择一个生存价值高的 CD 男，然后会去权力掌控，会让男人做一个巴尔多。对，你会不会听他话？你会不会顺从他？是不是？然后他生气了，你还会不会哄他？你是否在意他？是否关心他？然后他无理取闹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哄他？会不会依他？是不是？这就像我们在去掌握女人的时候一样，我们说话女人会不会听？是不是？我们去让女人，我们出轨的时候，对吧？女人会不会原谅我们？是吧？我们在心情不好，我们在
犯错的时候女人会不会原谅我们，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们啊，正确的就是一个要富有框架。什么是框架？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正确的事情就要让它受到惩罚。如果是你做错了，那你就承担你做错后的一些结果和责任。如果说是对方做错了，对方还生气的话，那你就可以对头说无理取闹了。就女人在无理取闹的时候，你哄她，只会让女人变本加厉，知道吗？这也是一种废物测试。一个男人，有价值的男人是有自己的原则跟标准的。如果你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你就会被女人踩在脚底下。你被女人踩在脚底下之后，女人会觉得自己价值高于你了，她会觉得哇，这个男人好没意思，她就会出轨，知道吗？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我们之前的偷情、备胎，知道吗？家里面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这就是人性，这就是女人，这就是一个过程，从简单到复杂，从单纯到满腹心机，从保守到开放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么一些基础上面，就能够去完全理解我们在博弈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状况。就是我有时候在去把妹的时候，因为我给人的一种感觉，女人社交直觉非常敏锐，看人，男人看多了，好的男人，对吧？就像我们看浪女一样，就我们女人看多了，我们的社交直觉非常敏锐。懂女人是什么？懂女人其实就是长时间的一个经验累积，长时间的一个社交直觉所呈现的懂女人。我在看女人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女人是 AB 女还是 CD 女，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女人我能否掌控，我能否驾驭，一眼就能够看出这个女人我今天晚上能够踢她的成功率有多少。其实女人也是一样，女人尤其是 AB 女永远比 CD 女多。告诉你们，就像是现在有泡学以后的社会， AB 男绝对比 CD 男要多。他们就一眼能够看出我是什么样的级别无法驾驭我，然后觉得我很精，觉得我身边会有很多女人，然后觉得我不可相信，觉得我没有安全感，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个浪子，就我身上就附带着浪子标签，就一眼能够让女人觉得我是个浪子。所以我一直在玩浪子模式。然后我接近那些 CD 女，甚至会被打枪。我去街头搭讪的话，我搭讪那些 CD 女的社交直觉如果并不是很敏锐的话，基本上都会把我打枪，会远离我。因为我身上那种气场一旦释放出来，他就觉得我就是个坏人。女人也是一样，我们去看女人的时候，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女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一些气息，这些气息就是她常年的一些行为，常年的一些无意识的一些动机，知道吧？这就是一种，就一个单纯的人，他是做不出那些复杂的表情，这一点能够明白。但是复杂的人他可以伪装，但是他在伪装的时候，他在自己无意识的情况下就会暴露他最真实的一个面部表情。在他暴露出自己最真实的表情的时候，就会被我捕捉到，然后就会发现他是个这个女人太厉害，心机非常深，非常复杂，而且非常浪，而且这就是个玩家，很懂得伪装，很懂得欺骗，只有在他人面前看不出来他是个浪女玩家，但是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对，没有男人根本就没办法博弈。为什么？因为社会赐予男人的属性跟女人的属性不一样。男人的属性就是需要去赚钱，需要去打造生存价值的。但是男人的一个除了这样的一个属性之外，男人的一种姿态是主动的，发现没有？而社会赋予女人的一种属性是什么？只需要去享受，
貌美如花。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面，男女的一个社交直觉就完全不同，因为社交经验导致的社交直觉。男人作为主动的一方，女人很容易就能够跟男人相处互动，从男人身上来获取这种社交经验、社交直觉。因为男人主动嘛，女人不需要做什么，男人就主动过来了。但是男人不同，女人不会主动来找男人。社会赋予女人的一种姿态就是被动的，女人不会主动来找我们男人，我们男人没办法从女人身上获取这样的一个社交经验，于是导致男人在社交经验上面非常欠缺。然后女人越来越厉害，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懂男人。男人呢不懂女人，男人跟女人在一起经常会被女人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嘛，起点都不一样，起跑线你们就输了，你们还怎么去博弈？如果你不懂技巧，如果你不懂女人的话，你怎么赢？你根本赢不了。就像是对方有后台，对方有后路，对方开小灶，你通过你的努力，你能够赢得了对方吗？别人在没有考试之前，答案就已经有了。你呢？你完全没有任何答案，你只能通过你自己的知识，现有理解的东西去完成这次考试。你绝对不会拿下100分，对方绝对能够。能够理解了是吧？对，就是在你该走的路的时候，你就要去走这样的路。你想一下，男人反观我们男人，在你们懂事，在学校里面的时候，男人都是出去玩游戏，或者说都是怎么样，就很少和女人社交。真正天生好手也不多，真正天生好手真的不多，基本上都是宅男，在寝室里面玩游戏。现在大学生有几个愿意每天在学校里面泡妞的？而且男人泡妞，男人掏钱啊，女人不需要掏钱，知道吗？有些男人也想泡妞啊，但是没钱啊，怎么泡？在这一点上面，男人需要去拥有生存价值的基础上面才能够去泡妞，但是女人完全不需要，女人甚至不需要花1分钱。初中生啊，现在的酒吧里面初中生多少？初中的女人就天天混酒吧，开始获取经验了。酒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社交经验累积的一个地方。在酒吧里面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而且都是一群会玩的人，都很会骗。在这样一种复杂的一个环境当中成长是最快的。那你想，一个女人初中的时候就见过各种阅历的男人，你们呢？你们也想学习，但是没办法，一个是自己没钱，还有一个是女人是不会主动来找你们，你们又没有主动去找女人，那怎么去学习，怎么去成长？我告诉你们，就算你沦落到相亲，对方也会看你的价值，你还是玩不过女人，因为女人的基础就比你高，社交经验就比你丰富，懂吗？比你们聪明，情商比你们高。你们如果不经历一些女人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对抗她，除非对方也是个 CD 女，那就不一样。但是 CD 女的话，她会考虑到一个价值，就是你能够达到她的一个择偶标准才行，而且你还要懂她。你如果不懂她，她身上出现的一些存在感没有，是吧？然后她朋友之间的一个攀比，她在你身上获取不到的满足，如果你无法满足她，她看到别人的一些虚荣心的时候，她自己的虚荣心出来了，她会从别人身上获取满足，还是一样。所以说这个女人解读女神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呢，是非常有必要学习的，懂吗？去理解一下，其实女神和普通的女人和普通的屌丝，她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她们的一个自信所散发出来的一些特有的气质，然后吸引你，然后它的价值高，它的价值能够满足你们的一个R价值的核心需求，你们会喜欢它的前凸后翘、身材妖娆的身体，还有它的一个五官，长得瓜子脸、大眼睛，是吧？
非常非常好看，那么你们都会喜欢。这女人的一个自信，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就是来源于男人，他们在男女博弈的过程当中获取的自信太多了。女人的自信，我告诉你们是怎么来的。女人的自信一部分是来自于自我，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外界。女人对自我的一个认可，对自己身材，对自己的长相，对自己的繁殖价值的一个认可，自我主观认可，这是一个女人自恋的一个根本原因。她为什么会这么自恋？因为她对自己的身体外貌所有一切非常满意。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外界，这个外界就是由于你们一群屌丝，一群宅男所捧的，所赋予的。就原本说这个女孩本来是没有自信的，她只是在所有女人当中，她可能觉得自己身材很一般，是吧？在所有女人当中也就这样子。但是有这么多男人会追她，有这么多人会喜欢她，甚至有这么多男人会邀约她，她的自信是完全由你们造成的。而且你们的姿态又低，只去赞美女人，只去夸女人，是吧？拼命的追，拼命的讨好女人，拼命的对女人好，然后女人就会觉得你们是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你们永远都是处于一种备胎的位置，备胎只有被利用的份。出现一个价值高的男人，然后这个女人才会瞬间被吸引。这个时候女人就会出现一种自卑，因为这个男人生存价值太高了，他会认为所有的女人都会喜欢他。确实是这样子，一个高价值的男人所有女人都会喜欢，一个高价值的女人所有男人都会喜欢。对于你们来说，你们价值比这个女人低，她完全看不上你，但她喜欢的她绝对会自卑，你们喜欢的你们也自卑，你们在她面前你们没有自信，就是这样子。没办法，谁让咱们的价值低呢？你没有生存价值，你也没有繁殖价值，你如果没有人格魅力的话，再没有泡学的技巧，再不懂女人的话，你拿什么去拼？只有死路一条。花钱在女人身上学习经验，花钱去学习社交技巧，是吧？来弥补自己的缺陷，弥补自己的缺陷之后尽可能的把自己的价值最大化，你才能够吸引女人。对，5步就是针对这些恶心的生物而研发的，就是针对这些 AB 女浪女而研发的。因为这些女人采用的手段对于挫男来说就是用5步，在男人面前伪装，是吧？欺骗男人的感情，男人在付出真心之后拼命投资，男人只要做错一点点小事情，女人就抓住这个放大，无限放大，拼命的摧毁。女人备胎很多，需求很低，男人不一样，男人只有这么一个女人，拼命的想挽回，拼命的想要挽留，是吧？最后呢，最后还是换来冷漠的笑，冷冷的笑，甚至是不屑。有些时候想想这些男人真的是挺可怜的。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所有女人都是这样子就是大部分女人 AB 女。聪明的男人会去打造自己的价值，然后会去了解女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在你自己价值完全高于女人的基础上面，是吧？再去懂女人的话，再去懂战术的话，那就没问题了。有些时候也确实呢，客观事实决定，有些时候有些女人我也搞不定，女人价值太高了，自己开店的，是吧？自己开奔驰的，就生存价值非常高，而且人又长得漂亮，追求她的男人都非常非常优秀，能够入得了她眼睛的真的太多了。就我这样的一个价值，除了人格魅力以外，长相一般，生存价值又低，这样的话把它就有些困难。
而且我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一些气息啊，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坏人。如果不颠覆的话，就没办法。不去情感欺诈的话，就根本就没办法；不去通过虚拟人偶的话，就没办法了。非常一般呢，我的长相就是一般，真的就是一般。我去问过所有的女人，基本上每一个女人我都会问她，觉得我长得怎么样？中上，就一般吧，中上，不是就是不算是帅的，帅的真的是非常帅。不是呢，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备胎转正是吧？我们去理解男女博弈的时候，女人把你沦为备胎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转正？首先，你沦为备胎的一个基础是因为你满足不了女人的一个择偶标准，但是她呢，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又希望从你身上获取更多的价值和利益，才把你沦为备胎。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价值需要提升，你知道吗？需要提升，能有一个颠覆，才能够去引起女人的注意。我之前讲过备胎逆袭的一个东西，就是你需要去离开女人，停止你的需求，然后你拼命的去提升价值，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尽可能的去把你的生存价值提升到一个极限，哪怕是虚拟的，哪怕是虚假的，哪怕是假性的也都没关系。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去改善你的生活，去展示出你高价值的东西。你本来说你现在生活非常平淡，突然之间你全国各地旅游，突然之间你的外形突然间有一个一定的提升，然后好比说培训，有一些兄弟培训，他在之前非常矬，然后去我这里来培训，或者说去其他导师那里培训，突然消失了那么几天，消失了半个月，在这半个月里面，在这1个月里面根本就没有去找女人，女人会觉得奇怪，这个备胎怎么不过来找我了？然后突然之间这个男人形象改造，高价值照片一展示，突然之间高大上，然后突然之间有了人格魅力，突然之间就他把他的价值生存价值展示出来，让女人看到了落差，比原来优秀了很多。这个时候女人就会出现对男人的兴趣。当女人去主动来找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反转的机会来了，你就从被动变成了主动，知道吗？他主动来找你的时候，你就变成主动了，他就变得被动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提出你的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就是说以退为进，就是以退为进，只有这么一种方法，以退为进。用以退为进的方法，用以失去他的方式去得到他，告诉他你对我到底什么感觉？对，无欲则刚，你到底对我是什么感觉？直接开启压迫，让对方说出对你是有好感的。如果说对方说是普通朋友 OK， 那你说原来只是我一厢情愿，那好，那我离开你。你只能通过这么一种方法来逆袭，要不然你永远都没办法逆袭。备胎逆袭真的是蛮难的。你在你的价值有改变的基础上面，再去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才能够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知道吗？这就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基础，对吧？你要去抽离，突然间抽离，然后去展示出你的一个颠覆的印象，然后展示出你的 DHV 和预选。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展示出你高价值，形象改造之后非常帅，然后和美女左拥右抱。这个时候女人会出现原来这个男人也是有魅力的，本来这个男人是我的，但是现在却在别人女人的怀里，在别人的女人那里。这个时候女人的嫉妒心就出来了。女人的嫉妒心出来之后，会让女人产生一种什么？占有欲。女人会在这个时候想要占有你，
在这个时候想要占有你的时候，他会主动来找你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做的是守株待兔，等他就 OK 了。他只要一过来找你之后 OK， 我们就开始签订契约，展示出你的需求，以退为进，以失去他的方式去得到他，对吧？备胎是什么？备胎就是不主动找你聊天。你们可以记一下，不主动找你聊天，然后不拒绝你的所有的礼物，不拒绝所有的礼物，不拒绝你找他聊天，然后他对你来说不承诺，没有任何的承诺，然后对你的状态是不冷不热，这才是备胎的一个标准。如果是这么几点的话，你真的就是备胎了。那如果是这么几点的话，那么我们签订契约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我很讨厌你从来不主动找我聊天，而且我从来讨厌你对我来说都是不冷不热这样的一种态度。你到底对我什么感觉？如果你确定是把我当成朋友的话，那我一厢情愿，是我想多了，我会离开你，我会撤出你的世界。如果你对我有好感的话，我希望你正视面对我们现在的一个关系，对吧？如果你对我有好感的话，那我希望你能够主动一些，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点点 LY， 我希望你能够对我主动一些，不要对我这么不冷不热。不拒绝是不拒绝你请他出去玩，不拒绝任何的邀请，不拒绝你提供的任何价值，懂吗？不主动来找你聊天，不拒绝你提供的任何价值还有利益，然后跟你关系是没有任何承诺的。他不会承诺说他会做你女朋友，他不会有任何承诺。不会说承诺什么关系，然后对你的态度是不冷不热的，偶尔来找你，你不理他，他就过来找你，也不是说过来找你，是说你去发消息给他的时候，他都是淡淡的一种态度。上床了也算备胎，为什么？因为如果达到这么几点就是备胎，他还有比你价值更高的男人，懂吗？最多算炮友，对。OK， 那我们今天是从7点半开始讲，然后现在快到9点半，已经是接近2个小时时间，已经是基本上是把女人的一个属性，还有一些心理基本上是讲到位了，包括是自身的一个价值的安全感，在安全感的基础上面，在自身的安全感、价值的安全感，然后情侣的一个安全感的基础上面，他会去自我实现，寻求更多的价值和资源，然后会去寻找自己的结婚对象，会去有一个择偶标准，对精子的一个筛选，然后对自己繁殖价值的一个保障，对后代的一个持续性投资，自己子女的一个保障，然后自己家庭利益的最大化，是吧？然后大家庭还有小家庭的一个利益，最后是男女博弈，希望在两性情感当中能够占据主导的位置。主导是什么？操控你们，希望能够操控所有男人。这就跟我们 PUA 时期是一致的，性质是差不多，换位思考一下就知道了。然后下一节课我会讲我们在从搭讪到聊天过程当中的一系列女人的一些反应行为背后的一些成因，还有如何去预判女人的行为，操控女人的行为，然后再是约会过程当中，然后最后是 S 阶段，如何去破解女人的 ESD， 然后再把我们所有女性需求再好好讲一下，让你们能够完全彻底的去解析掉这个女人，能够明白女人她是生物是什么。明天晚上是我们第2节。听得口渴了是吧？好了，
然后今天晚上你们可以去把你们身边的一些女人，根据我今天晚上讲的一些东西，好好去想一下是不是这样。我今天让你们去看一部电影，有作业。我今天让你们去看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危险关系吧。然后在危险关系电影当中去分析女人的一个本质，就是说我今天讲的这些课件上面给你们去看的安全感、价值的安全感、自身的安全感，还有伴侣的安全感，然后对吧去心理的一些东西，对，危险关系，对，他们之间的一个男女之间的一个博弈，甚至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一种竞争，甚至是在基础上面他会去希望自己的一些所有东西最大利益最大化。对，把作业上传到群共享里。作业要求的话是进行截图，在每一个截图上面去对女人进行一个分析，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来源于价值的安全感，还是来源于自身的安全感，还是来源于情侣的一个安全感，是吧？她这个动作，她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是来源于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是不是来源于自私？她这样的一个行为，对，行为分析，对，行为分析法。通过所有行为分析来去分析女人的生物属性，基础心理学里面的生物的心理属性、生理属性，还有这个女人的一个社会属性，还有博弈属性，这么3点。博弈当中的这个女人是不是自卑的，是不是？然后这个女人她的一个安全感是不是很低，是不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满足感？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是不是想要去获取更多的资源与价值？是不是去偷情？有没有偷情？是不是有没有备胎？是不是有没有获得生活享乐的需求？有没有新鲜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男主角他的一个反应，他会说现在的上海的女人已经开始让我乏味了，知道吗？危险关系就是一部那个张东健演的，对，男主也沦陷了，但是男主沦陷他去分析所有行为，我让你们去以泡学的一种角度去分析它。课件有，你们就按照课件上面的这些东西去寻找他们身上的一些行为，好吧？然后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吧。